来报新玩具 RP 声波重涂的音版套装，盒子跟之前的包装风格是一样的，只不过这回磁带变成了蝙蝠精。纸品方面，全彩印刷说明书，中英文双语，变形指示很详细。蝙蝠精和音版的人物卡，信用卡材质。配件内容：全套的记忆玩具造型替换板件，胸口的能量块制作盒，以及带着磁带盒的蝙蝠精。主要还是来看一下这一回新模的磁带蝙蝠精吧，整个的造型。 涂装都是非常漂亮的，背后的这两块是电镀的金色，非常的闪亮。头部这里做了分色的涂装处理，红色的眼睛很好看，包括这个翅膀弯过来的造型，挺不错的。那我们也是把它变成磁带的样式。首先把翅膀尖儿拨起来，这一块零件旋转，再对折。 两个蝙蝠的小爪子往后旋转，收纳。这一块吧，在变形的过程中特别的紧。好，插进去。往出抠的时候啊，先把一个放过来，接着把这一块往里旋转一下90度，腾出来更多的空间。这个时候才好抠这个爪子。 就这么一点点，很不好操作，所以也是要让开这些地方。翻到背包来，打开这两个小翅膀尖的位置，喷口折叠翻进去，收纳。两条腿完全的填在身体里，头部整体的拉出，翻转180度。 然后把这耳朵顺过来，脑袋放平，前方这里的三角区左右打开，填平。通过根部的关节，双段往里放，拼成磁带的位置，90度旋转中间的位置。好，卡平。最后再把这两个小翅膀尖儿窝过来。 可以放在你的磁带盒里进行收纳，也可以打开音版的胸甲，插进去，储藏。来看重涂的音版 RP 的这个模具完成度其实还是挺高的，后背这里来看也是干干净净，侧面的音量调节小滚轮可以旋转，这边的开关，包括上方这里打开舱盖弹簧机构，下边的按键是不可以按的。 颜色方面来说啊，白色这个地方有上一层珍珠漆，黑色的部分其实也不是正黑啊，它是发那种深灰色的闪光颗粒感，非常的漂亮，质感也是很强烈的，加以一些电镀的涂装点缀。那重涂的玩具，我们直接来开始变形。首先打开后边的这个盖子，掏出里边的两节电池，这头的一节拉长，拉到底会有一个嘎哒的锁定感，做肩炮。 另外的一节拉开，翻下里边握把的同时，前方的尖儿会顶出来一节，扣着它拉长。来本体变形，注意下方这里，先把白色中间夹着的这个芯儿抠出来的，打开这一片，卸松，卸松，把这里边的扣子先解放开，上方这里两个肩胛位置的锁扣。 打开，侧面这里掰着这个缝隙，可以把腿部这里先解放出来。膝盖位置有个窟窿，我们抠开，翻出，同时前方的这片盖板打开90度，把这个白色的边儿折进去。这里的膝盖再顶到头，从后面看，把上边的这一条打开。 然后根据这两块面板中间的活动关节拉开，中间是有一个抽拉滑道的，先把它抠松，顺着里边的双关节旋转180度，扣到这一面，再把中间的这一条包下来，形成它的腿肚子。脚丫子
横折90，再旋转，翻下来。接着这一片小装海片折叠进去，拉下来整个根部，往上提，再往下折，又一个大 Z 字。好，这条腿我们变形差不多了，打开这里块的合金小钩，旋转正，再把腿后面这里金属挂钩锁上。2条腿全部搞定之后，来看上半身，把侧面的这一片尖头零件放下来，根部这里也是一个滑槽，往里挤一下，锁住。然后从后面这里掰开2个大的插扣，把肩膀拉出来。根部这里有多段的关节，往前顶，顶过来以后，这一节的扣子带有挂钩，先尖头往这个斜方向顶一下，再插进去，卡住。胳膊打开，拳头放出来。把这个板子卸开，注意里边有2个挺紧的插扣，拉起来，然后往起撩，腾开这个空间，脑袋顺着里面180度翻折出来，再把裙甲打开，在裆部下方这里有一个锁钩，打开，再卸开这里的2个锁定位置。腰部侧裙甲，双关节拉出，此时往上拽整个腰部的夹缝，这个中间的滑槽腰部抽拉会特别的紧啊，我建议还是用一个小零件跟这么顶一下，把它提起来，倒是不用担心划痕，这里边都是金属的零件。提起来之后，把侧面的2片金属边放下来，卡住它就不会落下去了。腰身提起以后，我们腾开裆部的空间，顺着胯部下方的这个轴旋转180度，再把上半身旋转180度。说白了就是把腰部的这一块所有的裙甲旋了180度。接着来锁胯，把这些裙甲的位置都掰齐了，下边的卡扣固定上，两面的侧裙甲翻下来，屁股后面的这一片，把白色的零件对折，再对折，翻上来，旋转180度，双关节，先把裆部这2个扣子钉上，再往上翻，最后背包收纳。把这一片翻过来，对折，卡进去，后盖盖上，顺着尖头翻出90度这个卡扣，肩炮插入，再往出拉一截，稍微翘一点角度。那么好 ，RP 的这款阴板我们就变形完成了。正好原色的时候我们展示了一个正变，重涂的时候我们来做逆变的处理。其实整个的变形难度并不是很高啊，但身上更多的零件是服务于美型的以及很不合理的质量转换技术。主要的难点我感觉在于腰部这一块最后拔出的和抽拉的部分啊。感觉变形下来手感方面，这一回 RP 的阴板要比原色的那款声波许多的关节和卡扣要紧一些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身漆面的关系啊，但处理完的效果确实完成度是非常高的。目前市面上对于声波和阴板这个角色来说，RP 的还原度自然是没得说了，两个形态其实都做得很好啊。不过毕竟现在市面上的声波已经广受好评，也算是经得住市场的考验。这一次重涂版的阴板出来，素质依旧相当的高。黑色这一块我没有想到它竟然用了一个这样的配色，在我的概念中，阴板好像很多的公司会做那种亮亮的钢琴器，尤其是配 MP 身高的，所以会彰显出来那种闪闪发光的黑色底漆效果。而这一次呢，RP 反而选用了这种非常有金属颗粒感的这种暗灰色的板件吧，其实它不是纯黑的，但是这种发色素光照的效果会显得非常的高级，真的挺好看的。再加上我相信很多朋友们是为了这个蝙蝠精啊，这个就是
从官方开始遗留下来的套路了。重涂的阴版会带蝙蝠精，但是你要想集齐所有的磁带部队呢，也就只能买这个重涂了。好在玩具的素质相当之高，做工质量嘎嘎过硬，变形结构属于中等水准，并不算太难。只是在变形体验上面，一些卡扣和关节相对偏紧，可能玩几次效果就好一些了。另外，附赠大量的替换配件，来实现出记忆玩具效果和动画形态的不同搭载模式，这个也算是做得很用心了。总的来说，素质非常高的一款玩具，再加上不论是声波还是音版，这个角色的人气也是非常高的。那么得嘞，这一期我们就玩到这吧。